争议中的5亿派转移，利空还是伏笔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上周派社区炸开锅的一条大新闻？派基金会在周五一次性把5亿枚派从官方钱包转走了，而且还不是一次转，而是连续分成了5次，每次都是1亿派。要知道 PyScan 上的数据清清楚楚地写着，这是基金会大钱包的第一次提款，而这个钱包的起始余额可是高达100亿派。消息一出来，社交媒体立刻炒翻天，有的人说这是利空，觉得基金会是不是要套现离场，也有人说这只是内部迁移，甚至可能是后面生态布局的前奏。可问题是，市场可不会等你慢慢解释。截至周一收盘，派的价格已经小幅下跌超过 1%， 而且刚好踩在一个关键支撑位上，随时可能破位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这5亿枚派的转移到底意味着什么？这是基金会释放出来的危险信号，还是一个长期利好的战略布局？更关键的，派有没有可能走一条类似 OKB 的道路，通过销毁代币来提升稀缺性，进而把价格拉起来？今天我们就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，从基金会转账背后的逻辑、市场情绪、历史对比案例，到派的现实困境与潜在机会，带大家把这盘棋看清楚。5亿派转移事件全回顾。先说这次的转账，派基金会没有提前公告，也没有同步解释，只是悄悄地连续进行了5笔，每笔正好是1亿枚。这种精准数字很明显不是随便操作的，而是一个标准化的动作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批资金的来源是基金会钱包，这是一个巨额账户，初始余额就放着100亿派，之前一直静静躺在那里没动过，这次突然抽走了5亿，就像一个从未开过的仓库，突然第一次开门搬出了一车货物，自然会让人紧张。而 PyScan 上的数据也很快被社区解读，有管理员曾在几天前提到过所谓的第2阶段迁移，但并没有明确时间和数量，所以这次操作完全是突袭。结果就是投资者看见链上资金大额异动，第一反应往往是恐慌，觉得是不是要有人抛售，于是短期的下跌压力就被放大了。市场的第一反应，价格承压，社交热度飙升。果不其然，消息发酵之后，派的价格在周一盘中跌破了8月5日的收盘支撑位 0.3442 美元，一度逼近 0.3220 美元的历史低点。如果这一关守不住，技术面上可能直接滑到 0.2567 美元，也就是下降通道的下轨。与此同时，社交媒体的讨论量暴增。数据显示，派的社交主导度在加密货币相关话题中达到了 0.202%， 超过了过去30天的平均值 0.195%。 换句话说，大家都在谈论派，哪怕是担忧的声音，也让它在社交热度上占据了优势。这种现象其实很典型，价格下跌伴随讨论量增加，往往意味着市场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叙事，是见顶下跌还是筑底反弹？答案要看后面基金会怎么回应。技术面信号，空方压力占优。我们再从图表角度看，日线上的 MACD 指标即将死叉，意味着动能转为看跌。RSI 指数已经滑落到38，距离超卖线还有一点空间，这说明下跌还有余地。如果短期跌破 0.3220 美元，就几乎可以确认市场会试探更低的 0.2567 美元支撑，但如果能守住，并且从 0.3442 美元附近反弹，那么有机会去测试50日 EMA， 也就是 0.4202 美元一线。简单点说，现在派正处于十字路口，要么守住底线，等待利好反转，要么直接破位，让空头彻底主导行情。OKB 的对照案例，销毁如何改变命运？这时候我们就得提到一个对照案例 OKB。 大家可能还记得，今年 OKB 从40美元一路飙升到260美元，短短几个月涨了接近 500%。 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团队宣布销毁代币，把最大供应量硬生生从几十亿缩减到2100万，等于直接把 OKB 变成了类比特币的稀缺资产。
这种强制性通缩立刻改写了市场预期。本来 OKB 长期横盘，波动不大，大家觉得它就是一个平台币。结果一旦销毁计划公布，资金蜂拥而至，因为投资者意识到供应骤减，需求不变，那价格必然上行。再往前看， BNB 的销毁模式也类似，它通过链上手续费收入自动买回并销毁 BNB。Shiba Inu 甚至建立了专门的焚烧门户，把交易费一部分转化成代币销毁。总结下来，销毁的目的就是2个字：稀缺。流通量减少，市场信心提升，价格自然更容易上涨。Pi 的困境，解锁洪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 Pi 能不能复制这种销毁模式？现实是 Pi 现在面临的是完全相反的情况。自主网开放以来，每天都有大量新代币解锁进入市场，而且这个过程还要持续好多年。数据显示，未来13个月里 Pi 将解锁超过 12.6 亿枚，按照当前均价算，市值差不多 4.45 亿美元。平均下来，每个月新增3180万枚。更夸张的是，目前 Pi 的流通量大概在 79.3 亿，而总上限是1000亿。这意味着未来还有超过900亿枚要逐步进入市场。这就像一个水池不断往里灌水，水位越来越高，但池子的出水口却很小，最终价格必然承压。所以，解锁压力是目前 Pi 价格低迷的最大根源。没有办法改变供应，单靠需求很难撑起高估值。Pi 的潜在选择，销毁的几条路。不过，这并不意味着 Pi 就没有选择，相反，它有几条潜在的销毁路径。第一，基金会自愿销毁，就像 OKX 那样，把手里的一部分代币直接焚烧掉，制造稀缺性。第二，为认领代币销毁，很多先驱者挖到的币，但没有登录认领或者没通过 KYC， 这部分可能有几十亿枚。如果未来确定这些永远无法激活，那完全可以销毁。第三， KYC 失败账户的代币销毁。这个逻辑很简单，既然身份没验证通过，那奖励自然失效，与其放在那里成为死币，不如直接销毁。第四，生态费用销毁，比如 Dap 收取的手续费可以设定为部分销毁，哪怕一开始规模小，但长期下来会形成通缩机制。当然，目前 Pi 的生态还处于早期，应用不多，费用也几乎可以忽略。但随着主网开放，应用越多，这条路就越可行。技术图形与威科夫理论。从技术图形来看， Pi 的走势也并非全是悲观。有人发现，它在日线图上已经走出了一个下降楔形和双底的雏形。按照威科夫理论，这往往是从积累期过渡到上涨期的信号。换句话说，现在 Pi 可能正处在一个长期底部区域，虽然短期看跌，但如果出现强催化剂，比如宣布销毁计划，或者突然在一线交易所上线，那就可能成为突破口，把价格直接推向1美元甚至更高。社区与投资者的声音。最后，我们不能忽略社区的声音。很多先锋认为，基金会的大额转移并不一定是利空，反而可能是某种战略储备，比如预留给未来的生态基金、节点激励，或者是准备和第三方平台合作的流动性池。而投资者的分歧点就在于，有人觉得这是信号，表明基金会要开始动用存量代币，对市场是压力；也有人觉得这是黎明前的黑暗，因为只有先完成这些迁移，后续的大生态上交易所才有可能落地。Pi 的下一步棋。回到开头的问题，这5亿 Pi 的转移到底是危险还是机会？短期来看，它确实给市场带来了抛压和不确定性，价格也承受了明显压力。但从长期视角看，这可能是基金会在做一盘更大的棋局，先把代币结构调整好，再去推动生态应用、交易所合作，甚至在合适的时候引入销毁机制。未来 Pi 的走势，关键要看3个变量。第一，解锁与销毁的平衡。如果解锁一直不停，
而销毁迟迟不启动，那价格必然难有起色。但如果能适时引入销毁计划，就可能改写供需关系。第二，交易所上线的进度。一旦进入主流交易所，流动性和曝光度都会大幅提升，这可能是价格突破的重要出发点。第三，生态落地的速度。只有越来越多的 DApp 真实使用派，才会让代币真正有价值，而不是停留在挖了放着的状态。派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OKB？ 谁也不能打包票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派正在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期。5亿代币的转移只是第一步，后面基金会的动作才会决定市场到底是继续下探，还是开启新一轮行情。所以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开放的问题：如果你是派基金会的决策者，你会选择销毁，还是继续解锁？你觉得派最需要的是稀缺性，还是生态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畅所欲言，我们一起探讨派的未来。